Briefing 1. 在1722年的古尔纳巴德战役中，伊朗萨菲王朝遭遇了致命的打击，被阿富汗军队击败。这场惨败深深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当时，伊朗萨菲王朝享受着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他们的傲慢和自满导致了他们对外界威胁的低估。阿富汗的军队看到了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进攻。战役开始时，伊朗军队被阿富汗军队的强大实力所击倒，他们无法抵挡对手的猛烈攻势，最终溃败而逃。这场战役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伊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黑暗时代。这次惨败对伊朗的影响深远，它打破了伊朗萨菲王朝的统治，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格局。伊朗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这场战役也成为了伊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Briefing 2. 在1775年，一篇重要的文章在美国殖民地掀起了轩然大波，它名为《美国的非洲奴隶制》。这篇匿名作品，有人认为是托马斯·潘恩所写，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篇呼吁解放奴隶和废除奴隶制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揭示了奴隶制度的残酷和不公，唤起了人们对人权和正义的关注。它为美国的独立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和动力，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这篇文章的出现也对未来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唤醒了人们对种族平等的意识，为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后来的废奴宣言和奴隶制度的废除奠定了舆论基础。Briefing 4. 1909年，美国芝加哥掀起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妇女大游行。这场游行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里程碑，展现了她们的团结和决心。游行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平等待遇。成千上万的妇女穿着华丽的服装，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走上了芝加哥的街头。她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了对不平等待遇的不满和对平权的渴望。这场游行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推动了平权运动的发展。妇女们的勇敢行动激励了更多人加入运动，并最终在1920年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Briefing 4. 在1918年，一个神秘的组织诞生了，它名为安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安福系开始掌控中华民国的政权，对国家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福俱乐部由一群有着强大政治野心的人士组成，他们追求权力和控制，他们秘密地在背后操纵着政治舞台，通过操控政府和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时期，民众的觉醒和反抗开始崛起，人们开始质疑安福系的统治，要求政府的透明和正义。安福系的掌控对中华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导致政府的腐败和内部纷争。这种不稳定局势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不满，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Briefing 5.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着整个亚洲，南昌成为了抗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然而，这一年，南昌遭到了日军的占领，这个事件成为了中国抗战历史中的一道伤痕。日军占领南昌的事件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昌作为江西的重要城市，其失陷给中国抗战军事局势带来了严重挑战，削弱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加剧了抗战的困难。南昌的占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事件揭示了日军的侵略性和中国人民的抵抗精神，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南昌的失陷成为中国抗战宣传的一个重要素材，加强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谴责。Briefing 6. 1966年，中国河北省邢台市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地震规模达到了 7.2 级。这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邢台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据报告，这次地震造成了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
508万余间房屋倒塌。地震瞬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许多人失去了住所，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这次地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使政府加强地震防灾减灾的意识和措施，推动了地震科学研究和防灾体系的建设。邢台地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教训，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地震风险，并采取措施来减少灾害的影响。Briefing 7 1983年，美国总统隆纳里根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全国福音派协会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演讲。演讲中，里根使用了邪恶帝国一词来形容苏联。这场演讲被称为邪恶帝国的演讲，强调了他对苏联的强烈批评。他将苏联描述为一个追求全球影响力、压迫人民并扩大其领土的国家。里根认为苏联的行动和意识形态对世界自由和人权构成了威胁。他呼吁全球共同抵制苏联的扩张和侵略。这场演讲反映了里根政府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对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的认识，凸显了当时美苏之间紧张的冷战氛围和他对苏联行动的强烈不满。这个描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里根政府对待苏联的一项重要政策基础。Briefing 8 2013年3月，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宣布将全面废除朝韩之间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切断朝韩热线电话等板门店联络渠道。这一举动犹如在半岛上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将南北双方推到了剑拔弩张的对峙边缘。朝韩互不侵犯协议签署于1991年，是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里程碑。协议的废除意味着半岛信任机制的倒退，将两国关系推回到冷战时期的紧张状态。板门店联络渠道是朝韩沟通的重要桥梁，其关闭使得两国失去了直接对话的渠道，加剧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不仅威胁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Briefing 9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途中失去联系。这次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搜寻行动，但至今仍未找到该航班的残骸。MH370 航班失联后，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搜救行动，包括搜索广阔的海洋区域和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然而，这次搜救行动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失联地点位于南印度洋的一个偏远海域，水深较大，海况复杂，搜索范围广阔。至今，尽管有一些可能与 MH370 相关的物品被发现，如飞机部件和个别物品漂流到其他地方，但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或残骸来解释事件的原因和确定飞机的位置。这次事件仍然是航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Today's topic 在春风中摇曳的樱花下，1947年的台湾岛，表面看似一派祥和，但岛内的氛围却暗流涌动。正当岛上的居民忙着庆祝春节，迎接新年的希望与梦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正悄悄酝酿。从大陆扶摇直上，蔚为壮观的13000精兵，由蒋介石在陈仪的暗中授意下，悄无声息地穿过台湾海峡，踏上了这块寂静的土地。他们的任务是一项秘密而严峻的命令镇压与清乡，展开了一场名为228的血腥剧章。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无人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悲剧。噩梦始于一起误解和暴力事件的螺旋式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全岛范围内的冲突与镇压。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眼中充满了不解与恐惧，曾经的信任和平静，在一夜之间化为了疑云和血雨。街头的呐喊，巷尾的哭泣，弥漫着硝烟和泪水的空气，每一声枪响都在刻画着历史的伤痕。这场灾难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它深刻地揭示了权力、恐惧和身份认同的复杂交织，也预示着台湾社会深层次的变革。从此，岛上的居民不再只是远方大陆的附庸，
他们开始在痛苦的回忆中寻找自我，铸造属于自己的身份与未来。而这个故事正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如何影响着岛上每个人的命运，又如何在政治的漩涡中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在那个多雨的春季，久经战火的陆军整编第21师与宪兵第4团，肩负着蒋介石的命令，他们的脸上没有战场上的热血沸腾，只有执行命令的冷漠。台湾的天空一时阴云密布，春风不再，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而在岛内，消息传来，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在低声讨论，孩子们的眼神中开始透露出不解和恐惧。这是一个关于权力与挣扎的故事，一个关于沉默的群众如何在暴风雨中寻找声音的故事。228事件不仅仅是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更是台湾历史上的疼痛，是本土意识觉醒的标志。那一年，台湾的泪水与血水交织，改写了岛屿的命运，也无声地影响了每一位岛民的心灵深处。这场风暴究竟如何展开？台湾人民的心声又是如何在泪水中找到共鸣？这段尘封的历史怎样悄然塑造着今日两岸的面貌？故事的幕布已经拉开，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春天，探索一个深刻影响着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事件。随着春风的消散，228事件的余波在台湾岛上慢慢平息，但其所激发的波澜却远远未能彻底平静。此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台湾本身，也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与中国大陆日益复杂的关系，都在此次悲剧的推动下加速演变。在大陆，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正在经历国共内战的残酷洗礼，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北方的延安策划着最后的攻势，而国民党内部则因蒋介石的政策和军事失策而日益分崩离析。在大陆各地，普通百姓则在战乱和变革中追求生存，他们的故事与台湾人民的痛苦有着截然不同，却又交织着相似的悲哀和希望。台湾的228事件与大陆的政治动荡相映成趣，这两个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日益分歧的地区，共同经历了战争与动乱的洗礼，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台湾民众在228事件后逐渐培养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而大陆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迈进。两岸的人民分别在不同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寻找身份与未来，却都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228事件不仅仅是台湾历史上的疼痛，更是岛内政治态势的转折点。从此，台湾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强化与大陆的区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台湾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社会，并在国际上争取到一定程度的地位。而大陆则在1949年后确立了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新中国，开启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实验。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下，台湾与大陆的人民开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台湾人民享受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带来的成果，而大陆人民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富强。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社会环境，使两岸人民在心灵深处拥有了不同的认知和期待。时至今日，228事件仍然是台湾社会中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它不仅仅是历史，更是现在两岸关系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每当两岸关系出现紧张时，228事件便会被重新提起，成为影响两岸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对于台湾人民来说，228事件已成为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他们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觉的象征。在思想领域，大陆的知名人士如鲁迅先生虽已逝世，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仍在中国大陆产生深远影响。鲁迅笔下的批判现实和呐喊，与台湾人在228事件后的自我反省和觉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岸的文化人虽面临不同的政治环境，
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和表达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在经济发展上，台湾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快速转变，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大陆则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迅猛增长，逐渐成为世界的工厂。两岸在经济模式上的差异和互补，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岸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在政治体制上，台湾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屡次和平轮替执政党，展现了民主制度的成熟。而大陆则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力求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228事件及其后的台湾发展历程，以及大陆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寻求自我救赎、自我革新的历程。两岸人民虽由于历史的巧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无论是在追求民族独立、文化自信，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上，都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228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台湾地区，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提醒着两岸人民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篇章，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贡献着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和尊重、沟通和对话、合作和共赢将是搭建两岸关系桥梁的关键词。Historical meaning